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象探世界。我们今天来聊聊即将到来的6月。本月的能量场就像是一场温暖却又带点微醺的人情局。这个月不再是看谁的实力强，看的是谁的同理心强，谁能把人际关系经营得更稳固。一进入6月初，水星就会换座到巨蟹座，这时候整个上半月的氛围会变得非常温情，大家会发现自己变得很有同理心，跟人沟通的时候不再是那种冷冰冰的利益交换，而是更愿意去倾听连结。这时候大家可能会带点利他主义，可能愿意为了大局牺牲一点点个人的小利益。这时候的吃小亏其实是为了帮大忙，看起来你好像让利了，立场不那么强硬了，但实际上这种温暖的姿态最容易建立起深层的信任。所以6月上半月是一个极其容易遇到贵人，也是自己成为别人贵人的黄金期。不过呢，温情归温情，如果大家在这个时候要深入谈一些商业合作，可能会在现实条款或者规则层面上卡顿，出现一种我们聊得特别投缘，但合同就是签不下来的尴尬局面。所以大家心里要有个预期，6月并不是一个雷厉风行的搞钱高产月，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，别太追求高效，把重点放在思想交流和情感连结上。6月13号开始，金星会换座到热烈的狮子座，我们正式迎来了下半月的社交高峰。这时候大家会非常想要被看见，想凸显自我价值，这样的欲望会集体爆发，你可能会特别想在人群中让别人注意到你的才华和魅力。这时候非常适合去约会、聚会、参加派对，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活跃起来。你会遇到很多新人，跟他们交换一些有趣的想法，但狮子座的能量也容易让人变得有些急躁。如果发现别人没有按你预期的方式来崇拜你、迎合你，千万别去强求，因为强扭的瓜不甜。而且由于一些深层的疏离感还在，你可能会觉得虽然跟大家都玩得挺嗨，但好像很难找到100%完全懂你、契合你的灵魂伴侣。这时候享受当下的快乐就好。等到6月21号之后，太阳正式进入巨蟹座，我们迎来了巨蟹月。这时候大家会本能的想去维护自己的小圈子，去守护真正能带给你安全感的信任关系。不过在这个月末，大环境会迎来一波不小的考验。一方面，我们要面对自我理想与人情世故之间的拉扯；另一方面，月末水星即将迎来逆行，再加上摩羯座满月的双重影响，整个社会的沟通成本会瞬间拉高。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开始出现反复，原本说好的事又要重新推倒重来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时候大家容易说错话，或者因为一句无心之言伤害了彼此的情感。所以到了月末，我的建议是把目光从情感画饼收回来，去关注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、现实可行性。别光听别人怎么对你承诺，要看具体能怎么做。另外，本月木星也即将进入狮子座，这是今年下半年最重磅的星象之一。我会在后面的影片里为大家做专题的深度拆解。所以呢，6月是一个需要我们带着感性去连结，带着理性去落地的月份。上半月多给出一份善意，下半月自信地展示风采，月末管住嘴，多看现实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12星座6月重点在哪里。大家要记得同时参考自己的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。首先，白羊座本月上旬，你的焦点在家庭，你可能会为了家人或房子做出一些让步、牺牲，有些现实问题会让你有些迷茫或无力。好在家里会有好事发生，或者能通过房屋、长辈获得好运和资助。中旬开始，你的社交和恋爱运势会逐渐高涨，在朋友聚会或社媒上非常抢眼。不过在追求快乐的同时，要注意跟朋友和他人可能会因为观念不同而产生一些疏离感，别太强求。下旬，你的生活重心会更家庭导向，但水星逆行，要小心跟家人沟通时的误会。
某些关于房产、装修或家庭内部的陈年旧账可能会被重新翻出来。房屋买卖或者租房需要注意沟通、合同、流程上的迂回。接下去，金牛座本月上旬，沟通和人际往来非常频繁，你很愿意通过聊天去安慰和帮助身边的人，不过职场上可能会遇到一些规则或现实层面的阻碍，导致某些想法暂时无法落地。别急，保持耐心。中旬开始，你会很享受居家的舒适和温馨，可能会花钱装点家里。你也有机会在人际圈、朋友圈里遇到有趣的灵魂。虽然社交很热闹，但在职场长远规划上，你仍会有一点点孤独感。下旬非常适合学习、出差或维系邻里关系，但月末水星逆行，要特别注意出行安排、电子设备备份以及文书合同的反复。说话留一线，别因为一时口快伤了人情。双子座的人群，本月是你关注搞钱的月份。上半月你很懂得通过让利展现利他精神来赢得别人的信任，不过如果是跟朋友或者团队的账目合作，容易遇到现实规则的卡壳。情谊很好，但深入谈钱得慢下来。中旬开始，你会感觉财运和人缘都在走高，你会通过跟人交换新鲜资讯、发朋友圈，或者在旅行中遇到惊喜和商机。不过在个人长远理想上，可能还要做一些现实妥协。下旬，财运方面的沟通变多，由于月末水星逆行，容易有账单延误、钱款反复或买错东西的情况。这时候不适合做盲目的投资决策，更适合去清理和核对之前的财务问题。接着，巨蟹座本月上旬，运势在回暖，带给你极强的人缘和贵人运。你通过展现温柔、有同理心的一面，能吸引来很多善意。不过在职场上，长辈或权威给你的现实压力依然存在。中旬开始，财运和自我肯定感很强，你非常想在工作中证明自己，这时候适合买点好东西犒劳自己，或者做财务规划。虽然社交上会带有一点点疏离感，但你很清楚自己的价值在哪里。下旬，巨蟹月正式开启，就是你的主场，但由于月末水星逆行，你的思维容易陷入反复和叙旧中，说话时容易被情绪带跑，记得关注实际利益，别光凭感觉做决定。然后是狮子座的人群，本月上旬，能量偏向幕后和休整，你对身边的人充满了慈悲心和同理心，很适合去做慈善、心理疗愈或者默默帮助他人。不过在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时，内心还是会有点迷茫和压力。中旬，你的高光时刻来了，非常适合去聚会、约会和展示自我魅力。社交运和社媒运极佳，能吸引到很多粉丝和新人，但也别为了面子强扭瓜。下旬开始，适合放慢脚步，清理内心能量。月末水星逆行，容易睡眠变差、多梦，或者有很多过去的人和遗憾重新涌上心头。别纠结，把这当成一次身心的排毒。好，接下去是处女座，本月上旬，社交圈里的人情往来很多，你可能要为了照顾朋友或者团队的利益而做些妥协，这种吃小亏反而能帮你积累人脉，不过要注意偏财、借贷或利益分配上容易有现实问题。中旬开始，贵人运和偏财运很强，带给你很多幕后的助力，这时候不适合太高调，适合在幕后做规划和文书准备，你会遇到一些有趣的跨界新知。下旬，社交互动和团队事务依然是焦点，但月末水星逆行，团队内的沟通成本会变高，之前说好的合作可能会有反复，小心因为言语导致误会。天秤座的人群，本月上旬，事业高光伴随着人际压力，职场上有极好的贵人运和晋升机会，靠温和情商能构建深度信任，但关于合同和合作细节，容易遇到来自合作方或者伴侣的现实挑战。情谊在，但推进慢。中旬开始是你的社交的高峰期，
你在各种圈子、派对里特别受欢迎，能认识不少有趣的新人，社媒也容易带来缘分。虽然热闹好玩，但你内心深处可能会有一种难以融入圈子的微妙疏离感。下旬开始，事业依然是焦点，但月末水星逆行，工作容易出现反复，比如项目卡壳、沟通误会。这时候别光听领导画饼，关注实实在在的个人基础才最稳妥。然后天蝎座的人群本月上旬适合去提升眼界，学习或处理跨界事务。你会遇到行业大牛或者贵人为你指路，利他主义能帮你构建极好的信任。不过职场琐事或健康问题可能会拖后腿，导致很多好想法难以马上落实。中旬的你渴望在职场上大展拳脚，非常适合展现个人价值，你的才华很容易被领导看到。虽然适合约会和聚会，但面对未来的职场大格局，你可能会感到有些孤独，有不安全感，或者不被身边人理解。下旬是你精神理想和世俗生活的拉扯期，你可能有很多想法，但月末水星逆行，出行容易延误，文书合同也总有反复。沟通上注意别太固执，多从实际角度去权衡利弊。接着射手座本月上旬，偏财和人情债是重点，你可能会接触到不错的投资机会，或者是得到一些财务支持，但关于情感、孩子的事情，你可能会有些迟疑，感觉没做好准备，有点犹豫。本月适合慢工出细活，别急着签约。中旬开始是你旅游和学习各种资讯的好时机，你的思想非常活跃，在网络、社媒上容易遇到聊得来的新朋友。不过在深度沟通的时候，有无法完全贴心的疏离感，不被认可的个人观点依然存在。下旬是你财运和资源的博弈期，月末水星逆行，不适合进行盲目的投资，注意账单延误和税务反复。跟人谈利益时要管住嘴，别被情绪裹挟，关注实际到手的利益。摩羯座的人群，本月上旬经营关系是你的重点，在感情或商务合作上，本月会带给你极强的贵人运和桃花，通过适当的让利和情绪价值，能让关系更进一步。不过家庭事务上的现实压力会让你觉得有点拉扯。中旬开始，偏财运大回升，你非常渴望展示自己的深层价值，有收到礼物或偏财的可能。这时候适合和朋友聚会聊天，但有些深层信任的事情依然会让你有些防备心。下旬开始，合作关系和感情会迎来考验，你会很关注对方的需求，但月末水星逆行，过去未解决的旧账、旧人和情感误会容易找上门。别光用情感去衡量，多从现实和规则层面去重新界定关系。然后是水瓶座，本月上旬，职场日常和健康是主旋律，工作环境里充满了人情味，吃小亏帮大忙，能让你在职场上收获信任，但沟通文书上容易因为现实规则而卡壳，需要你拿出耐性。中旬开始，你的桃花和合作运势爆棚，无论是去约会、社交还是谈合作，都自带光芒。你可以跟他人交换很多有趣的想法，但要记得强扭的瓜不甜，别太急于让对方顺从你的原则。下旬开始，重心仍在工作和生活作息上，月末水星逆行，职场上的文书、报表或者沟通容易出现反复和差错。注意跟同事沟通时别把话说得太满，工作可能有卡顿。最后双鱼座的人群，本月你充满了艺术细胞和同理心，在情感和带娃上非常温柔，不过在搞钱或者个人价值上，容易因为现实原因、资金卡壳而感到迷茫和压力。中旬开始，职场日常会变得轻松有趣，你在工作中更想证明自己，人际互动也变多，社交媒体会带给你一些新的乐趣。虽然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身边的人无法完全理解你，但享受当下就好。下旬是你享受生活、展现才华时间段，但水星逆行，前任回头、旧情复燃的概率很高，过去的创意灵感也可以重新打磨成新的作品。
在感情里记得关注实际，别被甜言蜜语和画饼给骗了。好了，这就是6月的整体运势解说，希望大家在这个盛夏都能顺利。我们下期见。